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想着逃避现实社会，经常去深山寺庙去修行，这是最大的认知误区。禅师有句话，心平何须持戒，身正何须坐禅，意思是如果能把心修好了，还需要持戒吗？如果能把人做正了，就需要坐禅吗？真正的修行既不需要藏在深山老林，也不需要躲在寺院庙宇，而是在滚滚红尘中，你若能借各种凡人俗事把心修平了，把人做正了，还能看到世间的种种本质和真相，这就是修成正果了。你闭眼的那一刻就能望见净土。最好的修行道场就是红尘俗世，最好的修行方式就是红尘炼心。修行不是一种对现实问题的逃避，恰恰相反，每一个现实问题都是我们修行的最佳入口，都是你的道场。如果你创业的道路艰难险阻，创业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爱人之间有隔阂，夫妻关系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孩子沟通有问题，教育就是你的道场；如果你的身体有了问题，生死存亡就是你的道场。每一件烦恼是道场，每一次情绪是道场，每一次恐惧都是道场。修行的道场就在你人生的每一个痛苦之处，在你每一次想冲动的时候，在你每一次急不可耐的时候。千万不要试图跳过现实的各种问题，妄谈修行和各种高尚，那一定是空谈。工作的问题，婚姻的问题，教育的问题，生死的问题，哪里有问题，哪里就是我们的道场。烦恼即菩提，哪里有烦恼，哪里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我们还要记住一句话，人要向内求，向外修。所谓向内求，就是当我们有所求的时候，要明白在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答案，别人只能给自己一个指点或者启示，最终拯救自己的还是自己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谓向外修，就是当我们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要借助他人才能修自己，而不是把自己关闭起来，谁也不见，甚至跑到深山老林里躲着。红尘俗世就是最好的道场，而绝大部分人都搞反了，有困难的时候总是先想着去求别人，想修行提升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想跑到深山老林里，以为自己变高明了，其实就是傻叉一个。所谓红尘炼心，就是当你遭遇困难的时候，你要从容应对；当你遇到惊喜的时候，你能坦然处之，用苦难磨砺自己，用诱惑锻造自己，这就是红尘炼心。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无论是好事或坏事，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好人或坏人，都是来渡我们的。我们经历的每一份惊喜，遭受的每一份痛苦，都是让我们觉悟的。或好或坏，或痛苦或开心，都是指示我们修行的参照。当一个人发现一切都需要自己才能给予自己的时候，他就开悟了。人生最重要的能力是开悟。如果一个人开悟了，那么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。如果一个人执迷不悟，即便把所有的好机会或资源给他，他也接不住。开悟的关键在于破除我执。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活在自己的短见和偏见里，只有在临终的那一刻才能觉醒，发现自己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认知牢笼里。然而此时人生已经即将结束。其实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世间那些真正的高手都把人生每一件事，每一个当下当成一种修行。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渡我们的。或痛苦或开心，或好人或坏人，都是只是我们修行的参照。修行的目的不是为了与世隔绝，绝尘而去，而是为了一种人生的洒脱。因为你将拥有一种看穿事物的能力，能对世事和人心抽丝剥茧，一眼看穿人心，直达事物本质，于是你将看到最真实的世界。这就是开悟了。开悟之前是我在活着，开悟之后是我看着我在活着。它可以让我们从高维俯瞰自己，俯瞰众生，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。这就像你在玩游戏之前，你总以为你是主角，一直在努力打怪，后来有一天你忽然变成了玩游戏的那个人，于是一瞬间你就看清了自己所有的问题，能站在高维审视自己，让自己看着自己的各种行动，随时纠正自己。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，因为高维的你诞生了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，这个神灵就是那个高维的你。从此我们就能从高维俯瞰自己，人生开始游刃有余，这就找到了自己的魂，可自照亦可照人。人生一旦开悟得道，
就看到了真相，就认清了人生本质。这种人的人生从此只能自己做主了，因为没有人再能给他们提供鸡汤了。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